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订阅啊。咱们这婚介所就像个情感大舞台，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相亲故事，酸甜苦辣，啥味儿都有。今天呢，我又要给大家分享一段特别有意思的相亲经历。这故事啊，那真是跌宕起伏，一会儿能让你开怀大笑，一会儿又能让你陷入深思。要是你听完觉得有意思，就请丽姐喝杯茶。我还有一箩筐真实的相亲故事，保证管够。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大龄剩女，叫小杨。这姑娘啊，自身条件其实挺不错的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收入也不低，家里条件也挺好。按说这找对象应该不难吧？可现实就是她一直没能找到那个合适的另一半。这些年下来，相亲对她来说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每次她约我去见男方，我都感觉像是要去打一场硬仗。为啥呢？因为他对男方的要求那可真是高得离谱，挑剔到我都恨不得拿出一本择偶大典来跟他一条条对照。咱先来说说他那择偶标准，简直可以用苛刻来形容。每次我给他推荐对象，他都能像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份清单来，上面写着男方身高不能低于175厘米，学历必须是985、211，收入每个月得过5万以上，最好是有房有车，而且工作还得稳定，家庭负担不能重。我就纳闷了，他这是找对象呢，还是在找一个完美无缺的超人啊？就说有一次吧，我好不容易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，男方的条件那是相当符合他的要求，身高180厘米，事业有成，年薪也不低，而且外貌上也是他喜欢的类型。我当时就想，这次肯定能成啊。男方条件这么好，性格也温和，这俩人要是成了，那不是皆大欢喜吗？结果呢，见面才刚开始，问题就来了。男方挺诚恳地说：小杨，我得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家就是个小康家庭，父母都是普通职工，我这车是贷款买的，房子是自己买的。小杨一听，立马就皱起了眉头，筷子一放，脸上露出极其不满意的表情。什么贷款买的车？你这收入不高吗？怎么会贷款买车？小杨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，我可不想和人家一起还债。男方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弄得有点愣神，顿了顿，然后试探性地说：其实我收入还不错，但每个月还房贷，车贷确实也有点压力，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过得挺好的。挺好。小杨眼里闪过一丝不屑，你是说靠着贷款过得挺好？他的语气里带着浓浓的不屑，你是没见过我朋友圈里那些朋友，他们老公什么样儿？有房有车，收入10几万，而且完全不需要贷款。你就算还了房贷车贷，那也说明你还不够富裕吧？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。男方虽然有点尴尬，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能过好自己。哼。小杨不满地撇了撇嘴，你这能过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低配版的生活。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咱们就到这里吧。男方被他这话噎得一时哑口无言，面色也变得很难看。我在旁边看着这场面，心里真有点替男方不值。我也知道小杨这标准确实高得过分了，见他这么坚持，我就忍不住插嘴劝道：小杨啊，婚姻这事儿可不单单是看条件，还得看两个人性格合不合得来。这南方人真不错，条件也挺好的，你为啥非得纠结这些细节呢？丽姐，你能不能理解我啊？小杨不高兴地反驳我，我不是想找个完美的男人，但至少我得找个能给我带来安全感的人吧。你瞧瞧，我身边朋友天天在朋友圈晒恩爱、晒孩子、晒豪车别墅，我是不是太失败了？我这么优秀，咋就找不着像他们老公那样的人呢？我听着他的抱怨，心里沉甸甸的。说实话，很多大龄剩女都有这种困扰，看着朋友圈里朋友们幸福的样子，心里那叫一个羡慕，但自己在感情上却一直找不到那个所谓完美的归宿。像小杨这样年纪不小了，心里难免会焦虑，总觉得自己也该有所收获了。但问题是，他这标准实在是太高了，这就导致他越来越陷入择偶困境。他总觉得自己不能妥协，肯定能找到更完美的另一半，可现实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那次相亲结束后，我跟他谈了好久，我跟他说：小杨啊，你真不能光看外在条件，
婚姻可不是玩拼图游戏，条件匹配了就一定幸福。你要是一直这么执着，说不定会错过很多真正适合你的人。你光想着追求完美，到最后可能真会孤单终老。你可得想想清楚啊，别等哪天回头看，发现自己错过了太多好机会。小杨听了我的话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叹了口气说：丽姐，你说的对，我可能是太焦虑了，总想着靠这些外在标准让自己安心。可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，好像并不是这些。我看着他，轻轻点了点头说：每个人的幸福方式都不一样，你别老拿别人的生活标准来衡量自己。真正的婚姻是两个人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，可不是一个人单方面追求完美。从那以后，小杨总算是开始反思自己的择偶观了，也慢慢放宽了些标准，试着去接纳那些有可能给他带来温暖和幸福的男人，不再只盯着外在条件。他的婚恋观念确实有了很大转变，也终于明白，所谓的完美可不是婚姻的必要条件。不过呢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放下了挑剔和焦虑。每次我跟他聊起朋友圈里那些秀恩爱的，他心里还是会有一股莫名的压力。只要看到别人晒出幸福的照片，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，或者觉得自己在感情上总是处于劣势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大多数大龄剩女经常面临的困境。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找到了理想伴侣，自己却还在原地打转，心里的焦虑和不安时不时就会冒出来作祟。但我一直坚信，爱情这东西是需要耐心和理解的。只有自己放下那些过于苛刻的标准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别为了别人的眼光就失去了自我。就说小杨放宽标准之后吧，又经历了几次相亲。有一次我给他介绍了一个男生小李，小李身高173厘米，学历是普通本科，收入虽然没有达到小杨之前要求的5万，但也还算稳定。他在一家企业工作，虽然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但一直在努力攒钱。小杨一开始看到小李的资料，心里还是有点犹豫，但这次他想起了之前和我的谈话，决定还是去见一见。见面那天，小李穿着简单整洁，笑容很阳光。一见面，小李就很真诚地跟小杨打招呼，还略带羞涩地说：小杨，我知道我条件可能没达到你之前的要求，但我是真心想找个合适的人过日子。小杨看着眼前这个真诚的男生，心里的抵触情绪少了一些。在聊天过程中，小李跟小杨分享了他的工作经历。他虽然在事业上没有那么一帆风顺，但一直很努力，对未来也有清晰的规划。小杨发现，小李虽然没有那些华丽的外在条件，但他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而且很有责任心。然而小杨心里还是有点纠结，他忍不住又想起朋友圈里朋友们老公的那些优越条件，心里就开始犯嘀咕：我真的要降低标准，选择这样的人吗？但同时他又想起之前那些因为过于苛刻的标准而错过的相亲对象，心里又有些犹豫。就在小杨纠结的时候，小李察觉到了他的心思。小李很温和地说：小杨，我知道我现在可能给不了你豪车别墅，但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未来会越来越好的。小杨听了这话，心里一动。他看着小李坚定的眼神，突然觉得也许这种踏实的感觉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。那次相亲结束后，小杨回到家，心里还是一直在想小李。他想跟我聊聊自己的想法，于是给我打电话说：丽姐，我今天见了那个小李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他各方面条件虽然没达到我之前的要求，但我跟他聊天感觉还挺好的。可我一想到朋友圈里朋友们的生活，就又有点不甘心。我在电话里跟他说：小杨啊，你得明白，朋友圈里展示的不一定就是全部的生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方式。小李虽然现在条件不是特别好，但他有上进心，对你也真诚。你要是因为那些虚无的标准错过他，以后可能会后悔的。小杨听了我的话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：丽姐，我知道了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杨和小李又陆陆续续聊了几次天。小李会给小杨分享一些生活中的趣事，也会关心小杨的工作和生活。小杨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和小李聊天，渐渐的，他心里的纠结也越来越少。
就在小杨准备接受小李的时候，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小杨的一个闺蜜知道了她和小李的事，闺蜜对小杨说：小杨，你真打算跟他在一起啊？他条件可不怎么样啊，你看我老公有房有车，还经常带我出去旅游，你可别委屈了自己。小杨听了闺蜜的话，心里又开始动摇了。她又来找我，满脸苦恼地说：丽姐，我闺蜜这么一说，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是不是真的太冲动了？我看着她认真地说：小杨，你要知道，你的幸福是你自己的，不是活给别人看的。你和小李在一起开心吗？他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和温暖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别管别人怎么说。小杨听了我的话，回去好好想了想。他意识到自己和小李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很开心，小李也总能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关心和支持。而朋友圈里闺蜜们展示的生活虽然看起来很美好，但那不一定就是自己真正想要的。最终，小杨决定勇敢地迈出这一步，接受小李。他和小李在一起后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，小李依然努力工作，为了他们的未来奋斗着，小杨也在工作上不断进步。两人相互鼓励，相互支持。虽然有时候看到朋友圈里别人晒出的奢华生活，小杨心里还是会有一点波动，但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和羡慕了。他明白自己和小李的生活虽然平淡，但充满了温暖和幸福。小杨的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。从他的经历中，我们能看到大龄剩女在择偶过程中的种种困惑和挣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被外界的标准和眼光所影响，给自己设定了过高的择偶条件，结果错过了很多可能的幸福。其实啊，婚姻就像一双鞋子，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。外在的条件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，是相互的理解、包容和支持。就像小杨，他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希望通过小杨的故事，能让那些和他一样，在择偶过程中感到焦虑、彷徨的朋友们有所启发。不要被那些过高的标准束缚住，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扰，或者正在经历婚恋困境，记得来找丽姐聊聊，咱们一起想办法找到属于你的那份幸福。在婚介所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太多像小杨这样的例子。有些姑娘啊，自身条件一般，却也跟着设定了一堆不切实际的择偶标准。比如说，有个姑娘月薪才几千块，却要求男方月薪至少10万，有房有车还得是全款，而且长相要像明星一样帅气。我跟她说这标准有点高了，她还不信，说自己值得更好的。结果呢，相亲了无数次，每次都因为对方达不到她的标准而失败。还有些姑娘是被家里的长辈影响，家长们觉得自家女儿优秀，不能随便找个人嫁了，于是就给女儿灌输各种高标准的择偶观念。女儿呢，也觉得父母说的有道理，就这么一直坚持着。其实啊，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希望女儿能过得幸福，但有时候过高的标准反而成了女儿追求幸福的绊脚石。也有一些大龄剩女，是因为之前感情受过伤，所以对下一段感情特别谨慎，把择偶标准定得很高，觉得这样才能避免再次受伤。但他们不知道，这样做可能会把真正对他们好的人拒之门外。我想说的是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但我们得现实一点。在择偶的时候，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，不能只盯着外在条件。性格、人品、价值观这些内在的东西同样重要。就像小杨，他在经历了那次相亲的挫折后，能够反思自己，调整择偶标准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他也算是幸运的，最终遇到了小李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但还有很多大龄剩女依然在迷茫中徘徊。我在婚介所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相亲经历和择偶困惑。有时候我真的很心疼他们，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，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也想对那些正在择偶的朋友们说，不要害怕失败，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，勇敢地去尝试，去了解不同的人。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挫折，但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成长。只要你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，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找到那个与你携手一生的人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小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
要是你身边也有类似的故事，欢迎分享给我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别忘了，要是想听更多有趣的相亲故事，就请丽姐喝茶哦。